那对花要说些什么呢？要夸她漂亮，夸她懂事，夸她乖巧，夸她善解人意，夸她的眼睛像星星一样。花也会有眼睛。我可没有说花哦。你脸这么红，夜深了，公子早些休息，我先回了。真的害羞了？还是不行，还有半个月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还不走？这里是我们家，我为什么要走？雪公子为什么刚刚一直看着手里的老虎刺绣，看那么出神？那是他弟弟的。啊，刚刚芷公子提到的狼弟弟。你怎么每次都能听到我们说话？没事就喜欢爬墙角是吗？你更应该问问自己，是不是来绝宫来的有点勤快了？芷公住着不舒服啊？我来找我未来的夫君，天经地义。你也快成年了，赶紧找个媳妇儿，别天天缠着你哥。少管我！没关系，你不告诉我，回头我自己问他。你别去问，问了也会勾起哥哥的伤心事。什么伤心事啊？我哥曾经有个亲弟弟，最疼爱的弟弟。你哥哥最疼爱的弟弟，不是你吗？在他心里，没有人可以比得上狼弟弟。娘，哟，绝公子，你又来接你母亲和弟弟了？还未知是男是女呢。荆介先生说是弟弟就是弟弟。好，给你生个弟弟。上爵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小老虎。你现在是哥哥，以后啊要照顾好弟弟。那当然。哥哥，我也要练刀。你年纪还小，会伤着自己的。哥哥，这把短刀好看。太好了，我也可以练刀了！我也可以练刀了！我也可以练刀了！
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个狼弟弟？10年前，他与林夫人都被误封上了。总而言之，别胡乱打听了。戈尔先生，放上！你来做什么？下人听到有摔东西的声音，都不敢贸然进来，怕惹怒了爵公子。那你就敢来？我也害怕，但我知道，公子再生气，屋子里也不能没有伺候的人。而且我知道，宫二先生看着下人，其实很温柔的。过来。把手伸出来。爵公子怎么知道我划到手了？气味。在江湖走动多年，我对血腥味最为敏感。还觉得我温柔吗？一点小伤而已。十指连心，还就是他总要说出来的。说出来就能不疼了吗？说出来就能不药而愈了？不能。但我小时候每次摔破了膝盖，我母亲都会一边给我上药。她说，浅浅要是疼的话，要告诉娘亲啊。每次我母亲跟我说这话，我觉得伤口好像没那么疼了。被人关心着，难道不好吗？小孩的世界和大人的世界不一样。江湖中，幸福和威望可以拿来分享和展示，而痛苦和秘密则不可告人。所以人们常被打着一起欢笑，却很少有人可以陪着一起痛苦。很少，但不是没有。
若是伤口掩埋在心底，自己一遍遍描摹，一遍遍触摸，只会变得更加伤痕累累。你看过受伤的野兽吗？他们不会把伤口展示给别人，因为族群里容不下弱者。他们只会独自找一个阴暗的山洞，悄悄舔舐，等待康复，或者死去。可人不是野兽，野兽没有心，但人有。心总归要有一个栖息之地。倘若有人相伴，煮雪暖酒，即便不够光明炽热，也足以度过心底的寒冬。但并不是每一个你心里的人都会帮你温一壶酒，也可能他会在你心上划下一道伤。明日去医馆。这点小伤不要紧。我不是指这个。嗯？你这手很烫，不像正常人温度，要么生病，要么中毒。前几日受了风寒，有点发热。吃药了吗？没有。自从长老遇害之后，出入医馆都需要指公子的手里，领取药材更是严格。拿着我的令牌，让大夫按你的需求取药。这令牌是在宫门内畅通无阻。多谢大人。这个匣子里装的是老执人的一些酒物，之前没给你，是怕你睹物思人，心里痛苦。如今该交给你了。心血以太人。心血起手，在太元血法里，手腕最灵活，动势也必然最迅速。生动在赤泽血法里，手肘牵制效果最强。大寒在元门血法里，可以带动上半身所有气血，增加刀锋的压迫之力。天刚亮就开始练啊？你这是受高人指点了，还是自己醍醐灌顶悟出来的？高人指点。雪虫子为了让你带他出去玩，果然徇私舞弊。是我父亲指点的。老执人。晦气！
你夸下海口，说10日之内必定找到无名。如今期限已到，按理说应该由绝公子来与公向我汇报。但是我担心绝公子真相未破，无颜见我，所以特地过来询问。不是无颜见你，是不想见你。我哥早就有眉目了，准备去长老院汇报呢。是吗？无名的身份已经排查清楚，我原打算和长老们一同商议。既然宇公子亲自登门，那我不妨先告诉你，只是不知道宇公子能否承受得了。可疑目标有3：一是黄玉侍卫的首领；2是长老院的管事。但这2人都暂时排除了嫌疑，那就剩下第3个嫌疑人——雾姬夫人。你被逼急了，想故意栽赃是吗？哎，是有理有据。你们当初在长老院质疑我血脉的时候，一样振振有词，有理有据。怎么，脸被打得还不够痛？正因为够痛，才不会让你得意第2次。而且，也正好想让你尝尝被打脸的滋味。我们分别审讯了当晚轮岗警戒的所有侍卫，然后得知，岳长老出事那晚，只有他们3人行踪不定，而这3人都可以轻易接近岳长老。那你凭什么单单锁定雾姬夫人？你的别有用心，也不稍微掩藏一下？你急什么？还没说到重点呢。宫门规矩，下人和侍卫皆从旧城山谷中挑选。山谷中的百姓大多世代生活于此，基本不会武功，很难出现什么无风细作。黄玉侍卫首领和长老院的管事都来自于旧城山谷，仅凭这点就排除嫌疑，未免太过武断了吧？你说的很对。以我的作风，我自然是又派人仔细调查了他们的身世背景。黄玉侍卫首领景云峰，本姓钱，家中开跌打铺，因身子骨好，7岁时被选进宫门，当御阶侍卫培训，后赐姓金。管事胡海，祖上是木匠，10年前，他从长老院的厨房帮工做起，一路摸爬滚打，才升到现在长老院管事的位置。他们2人家中，世代都是生活在旧城山谷的人。可雾姬夫人不一样，雾姬夫人是蓝夫人的陪嫁丫鬟，一个这么明显的外来者，当然最可疑。更可笑的是，她连丫鬟的身份都是假的。她根本不是姑苏人士，在进入杨家之前，她的身份查无可查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她进入杨家，成为蓝夫人丫鬟的那一年，正好是老执刃你的父亲龚宏宇在杨家附近遭受无风袭击那一年。你所说的一切，都是你的臆测而已。那我也可以说，是因为之前你对姨娘威胁不成，怀恨在心，故意泼她脏水。你要真的想指认姨娘，那就拿出实在的证据来。你自己说的，口舌之争最为无趣。你们这样，只会显得公报私仇，气量狭小。当然是有人证，才敢这么说。在后续的调查中，金云峰和胡管事都有不在场证明。
唯独雾姬无人作证。他说自己年纪大了，要早睡，冬夜里怕寒，不能开门开窗，怕漏寒气，还特意吩咐下人，不是不要打扰。姨娘这么说也没问题啊。没有人可以证明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。我也跟你说了，如果你真的想指认姨娘，那就拿出实在的证据来，人证，还有物证。放心，证据会有的，只要我继续查。继续查，时日时限已到，你没法兑现承诺。你的3域试炼也没突破，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吧？再继续游手好闲，这执刃的位子都要被你玩丢了。既然我们彼此都无法兑现承诺，那就算扯平了。希望你可以找到确切的证据，否则别再浪费时间纠缠姨娘。我要怎么查不需要你教，倒是你后面2关怎么过，需要我教你吗？我刚刚在外面听到一些争吵，无妨，找我何事？我听下人说，公子最近劳累，睡眠不好。这几天经常凌晨起夜点灯。我们老家有种可以安神的枕头，是黄杨木做的，里面加入手乌藤汤汁，煮过再晾干的香叶，能安神助眠。若是能从市集上给公子寻来，公子夜里大抵能好梦些。已经入了宫门了，就别老想着外面的事儿。真有什么缺的，让下人去买。当然，宫门新娘不能随意进出，我知道规矩的。我只是想说，史公子正好在这儿，我就想问问看，能不能去医馆，看看有没有这几样东西。快去快去！正好我跟哥哥有事要说。是。哥，雾姬夫人这么狡诈，骗取了我们的信任。如果她不再犯案，想要找到证据，她不会停止犯案，因为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哥哥知道她的任务？不知道，但绝对不只是刺杀岳长老这么简单。那就等她再动手。哥哥已经重新调整过宫门的警戒分布，还增加了那么多看不见的隐形暗岗夜哨。他如果再杀人，必然会露出马脚。可我不允许他再杀人了。宫门族人的每一滴血，都不允许外人践踏。10年前，我咬碎牙齿吞下的誓言，我说到做到。云小姐，没有芷公子的命令，不能进入。
生病了，找大夫看病也不行吗？看病可以，云姑娘请先回府，一会儿派大夫前往您的住处为您诊脉开药，稍后将药材送回雨宫。上官姑娘，宫二先生把他令牌给我了，让我来取药。是。把狮子放在医馆门口，你胆子真大。不放在明显的地方，我怕你不过来。烈火灼心，想取药取不到了吧？我倒是拿到了，可以分你一点。这么好心，那多谢了。别着急呀，姐姐，陪我走走。果真是亲生的。对。看来在血脉这件事上，宫上就很难再有突破口。如果公子羽能够成功通过3关试炼，他的执刃之位也就无可撼动。你表面配合，把那半张医案给我，却在暗地里和无忌联合，让宫上爵在长老院丢尽颜面，同时也在公子羽面前负尽了好感。姐姐还是厉害，各凭本事吧。这也叫各凭本事，也不怕牵连我。你逼我讨要医案去博宫上爵欢心的时候，也没有考虑过我的处境。你内力紊乱，半月之阴的灼伤，不好受吧？我修炼的是极阴之法，和灼烧之毒彼此对冲，再难受，也不过是内力紊乱而已。而你修炼的是至阳之法，连基本的内功运气都做不到，你应该比我难受得多。可是药材现在在我手里，要么你乖乖听话配合我，要么就慢慢的折磨吧。这些药材不过是只能暂时压抑毒性，半月之期一到，还是得离开宫门去找对接人领取解药，否则都是死，早死晚死而已。我一定会想到办法出去的。你说这话自己相信吗？在宫上爵眼皮子底下生活，不好受吧？连尾巴都不敢露一下。不如你把药材给我，我替你去交换。我已经找到出宫门的办法了。你说什么？谢谢姐姐。可以把药材给我了吗？可以，但是药材不太够了。你反悔了？小瞧人了，姐姐，我做事从来都不反悔。再和我去医馆一趟呗。麻烦侍卫了，看我这记性，竟忘了这些药材。
还要多谢云姐姐提醒。